我一直不会太在意女朋友的外貌，她们如同我的助手，她们年轻，能帮助我做很多体力上所不及的事情。她们在身边让人放心，我不喜欢她们涂脂抹粉，朴素就好。像你这样漂亮女人在饭桌上和男人拼酒，玩一些小的暧昧，都是有所求的。你真正上心的是有钱的人，我也知道我对他来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主要是我不属于有钱人，但以我的名气，我可以介绍一些他需要的人给他认识，以也心知肚明。但我认为人嘛，都是需要靠自己，我也是靠自己的努力这样过来的，所以对于后辈我从来不提携，只是有时候一些机会的边角料会从网筛里露出来，我也会考虑再三把它拧拧干。甲是我大学时候的老师，在学校我们都很尊重甲，他看上去是典型的大学教师的样子。后来他离开学校进了研究所，现在的甲总是穿梭于各个城市国家进行学术交流，这些都带给他收益。他也非常享受知名人士带来的便利，为他赢得了一个接一个的女朋友和永远都有的饭局。那时我常去学校的图书馆看书，坐在图书馆的阁楼正对窗户的楼梯上，就会看见甲4、5岁的特别调皮的儿子被一根绳子拴在电线杆子上，活动的范围就是以绳子为半径的圆。在学校读书的时候还能安静地看几本书，平时和同学消遣最多的就是打牌、看录像、看别人谈恋爱。在学校的时光觉得非常充实，但时间就那么哗哗地过去了。直到毕业很多年以后，才认真地想，这辈子自己到底合适做什么呢？实际上，你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经济靠山，也没有读过大学，年轻时还有一点姿色，但她是个不太聪明的女人，到现在也不过是在瞎混，属于没有什么档次的瞎混。我们竟然还是一个中学毕业的校友，尽管我毕业20年后她才进入那所学校，我妈妈还是她往届的中学老师呢。那所学校离我家很近，每天早上可以听到学校的广播体操开始了的声音。几十年以后，那个声音一响起，感觉仍旧是很愉悦的。下午第6节课又可以听见眼保健操开始了的声音。我躺在床上跟着节奏一起闭眼，揉天应穴，挤按睛明穴，轮刮眼眶。中学时家里经济不好，但是很快乐。作为教师的儿子，这个身份让我很有优越感。所有人看来我读书从来都不费劲儿，但私底下我其实是非常用功的。我和乙聊起了我们相隔那么近却不曾认识，甚至可能我们曾经同乘一辆公交车，同吃过一家饭馆。我们感慨命运的安排，但地球上人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命运之神说，随便由着他们去吧。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才在另外的一个城市相遇，跟命运有没有关系，也算是缘分吧。甲的太太是大学时候
学校图书馆的职工。他们结婚20多年，他太太平易近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对他太太的印象不错。前段时间我去广州回了趟学校，还见到甲的儿子，现在已经长成了一个满脸冷漠、牛高马大的男孩。现在应该高中毕业了吧？在很长时间里，我觉得他见甲还没有我见得多。甲很少谈到他的妻子和儿子，即使偶尔提及，也似乎在说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慢慢的，我知道，甲实际上是一个不爱任何人的人，包括他的妻儿、父母、朋友。高中毕业以后，已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任何规划，只是和很多社会青年混得很熟。在我们当地有一家最好的4星级宾馆，省里边有什么重要人物和明星都会住在里边，所以那家宾馆对于当地老百姓来讲，就等同于高级和身份的象征。乙认识在宾馆工作的一个小伙子，告诉他宾馆里有很多外国人，如果能够懂一些英语，将对他谋职更有帮助。乙也就向往能在这家宾馆工作，于是开始培训英语。2年下来，他的英语水平还是有了进步，但是他很快的并不满足在这个生活了20年的小城市里边待上一辈子。上个世纪90年代初南下到了广州，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最令人难忘的时代。我们如同站在一片肥沃的土地上，密匝匝地生长着激情四溢的幸福，像梅艳芳、叶倩文、林忆莲的歌红遍了大江南北。我们那时候的梦中情人是邝美云、温碧霞。我毕业后一直做广告设计，一次给出版社做稿，无意中碰到甲，之后我们一直经常联系。他在这个城市也住过很多年，尽管甲是业内的知名学者，但我觉得他在经济上显然跟不上现在的那些文化明星。不了解他的，看他像上个世纪80年代与世无争的老学者，跟他有过接触的，会因为他对金钱的节俭程度而吃惊，继而敬佩之心油然而生。只有我这样了解他的，便会知道节省是他与人交往中的一部分。由于从小家境不好，工作后从开始的学校到研究所，他的经济状况也一直没有好转，使得他养成了能用别人的就用别人的习惯，这是他的一个人格缺陷。随着书著出版的增加和国际间交流，现在明显他是不缺钱的。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一母所生的双胞胎，最可观的就是创造出那么多种类的人们，没有相同的面孔，没有一模一样的性情，但有那么多人有着相同的习惯，吝啬。乙来到广州后，经过朋友介绍，比较顺利地进入了一家宾馆工作。刚开始是做迎宾工作，其实也就是在宾馆大门口站站，替客人开开电梯门什么的。住宾馆的呢，基本上都是生意人，乙穿着旗袍高跟鞋向来宾问好，可那些男人的眼睛在女人身上那都是挪不开的。乙说他碰到过一个台湾男人，专门跑到大陆来找老婆，他约他吃饭，送给他手表，但是乙看不上他，认为他并不是什么真正有钱的男人。乙在年轻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非得要找一个有钱的人。
在我看来，乙身上有一种满不在乎的天性，这也是他有魅力的地方。刚认识的人认为他有些大大咧咧、自来熟，但跟他接触时间长了，我才知道他其实根本是个没脑子，目光又很短浅，属于看上去精明，其实比较白痴的一类人。我见过甲好几任女朋友，还有我没见过的，时间长的有3-5年，短的则几个月。甲擅长在不同城市、不同国家的留学生当中保持着暧昧的情人关系。跟甲在一起的女人大多不起眼，他也不太在意女朋友的外貌，可能只有这样他觉得才安全。甲对安全的定义很独特，这来源于他内心深处的自卑感。乙算是其中最漂亮的了，但我猜他们可能是在是与不是之间了。是与不是也是甲热衷的情感方式，他对于女性的需求始终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乙跟我说，他的前夫曾经是广东省的高考状元，在北京读完大学后赴美深造，在美国一家研究所谋下一职，过着优越的生活。一个人说，他的前夫居住在纽约，其实不过就是一个小镇，离纽约很远。我去过那个镇，在美国他前夫这种情况很多，书呆子奋斗了很多年，一辈子不懂得和女性交往，在美国很难找到合适的，最后还是回到国内来找个老婆，而且目标呢都是找的那种贤妻良母。可惜的是，乙他不是。乙很自信，自信的让他无所畏惧。他说前夫见到他顿时就惊为天人，对他一见倾心啊。他对他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不说也知道他的条件很吸引乙，于是他俩才认识1个星期就结了婚。婚后他们到了美国，乙那个时候是带着一个美好的与满足的心情投入到令他那个感到新奇的全新世界当中，一切才刚刚开始。他呢也从此走上了绚丽多彩的电影一般的人生。所有相处的女朋友对甲来说都有可取之处，能够替他分担专业上的杂事。他的年轻的情人就是他的助手兼泄欲工具兼保姆。甲极其坦诚地告知情人们他不能离婚，因为他如此不忍心抛弃任劳任怨的结发妻子。当年轻的情人在经过最初的热恋以后，慢慢的女方父母开始干涉，情人有了希望结婚的念头，然后他们开始吵架、分手、复合，再吵架、分手。有一次他远在美国，正是他与其中一个女友情感激烈的时候，经常打国际长途吵架。他曾经答应为他办绿卡，而他为了这个绿卡的承诺跟甲断断续续了5年，但结果是以分手告罄。甲的这个女朋友是他历任女友当中最为疯狂的一个，分手后经常给甲打电话，甲不接的话会连续打60个电话，威胁甲说要打电话给他的家里。偶尔和甲从前的朋友见面，便情绪失控的大哭。长时间里，甲很怕听到他的名字。